大家好，天热要多给家人吃这个蟹的馅饼，不用发面，不用擀皮儿，个个都是薄皮大馅儿，味道特别的鲜美，即使放凉之后也一点不发硬。每次这样做，我家孩子一口气吃上3、4个都不过瘾。下来和面，盆里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克食盐，增加筋性，先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用筷子1分为2。一半用90毫升刚刚烧开的热水给它烫面，另外一半我们用90毫升的凉水和面，把它搅拌成大的面絮状。最后再把2种面粉混合在一起，往里面再加入1勺食用油，然后下手给它揉成团。这个面团的含水量比较大，所以比较粘手。我们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既可以防粘，也可以让饼子吃起来更加的柔软。在盆中揉不光滑，我们把它移到案板上，继续给它揉搓2-3分钟左右。一直揉到面团内部组织变得非常细腻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它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相等的小剂子，再把每一个剂子都给它揉圆，把它们整理成像这样光滑细腻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全部做好之后，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面抹1层食用油，再把面团依次摆放进去，接着在表面均匀的刷上1层食用油，锁入水分，然后盖上1层保鲜膜，醒面3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新鲜的芹菜，先把它叶子摘下来，这个芹菜叶也不要浪费了，用它来腌咸菜或者做汤都非常的好吃。摘好之后，再用刀切的短一点，好清洗，然后给它放在提前准备好的清水里清洗一下。这个芹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，没有打任何的农药，只需要把泥土清洗干净就可以。然后控水捞出来，放一旁备用。提前准备半锅开水，接着把芹菜放入锅中焯一下水，这样芹菜的颜色会更加翠绿，并且吃起来口感也更好。大约焯烫1分钟左右，时间到了，给它控水捞出来放凉。接着锅里的热水，准备一把粉条，放入锅中给它煮软。煮软之后，把它们捞出来，放入碗中，用厨房剪刀给它们全部剪成小段，然后往里面淋上少许的食用油，再加上少许的老抽，这样既可以上色，也可以防粘。搅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芹菜晾凉之后，把它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，把它们全部放入一个大碗里面备用。准备1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把它切片，再切丝，最后全部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，装在盘子里备用。准备多一点的小香葱，把它们全部切成葱花，然后装入另一个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烧到微微冒烟，再把鸡蛋液全部倒进去给它炒散。炒成这种小颗粒状就可以，盛出来备用。不用洗锅，加入1勺猪油，吃起来会更香。
把猪油炒香，不喜欢吃猪油的也可以加一点玉米油。把猪油炒出香味之后，再把胡萝卜丁全部倒进去给它煸炒。在这里用猪油来炒馅料，味道会特别的好吃。炒到胡萝卜丁完全淡生，我们再把粉条也加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。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麻辣鲜，再次翻炒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倒入芹菜的碗中，再把鸡蛋碎也加进来，再加入切好的葱花。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、一勺蚝油、适量的五香粉、少许的鸡精，在提鲜的同时也能增加它的复合味。最后再淋上多点的芝麻香油，再用筷子把所有的食材和调料完全的翻拌均匀，这样闻着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内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样我们的芹菜粉条鸡蛋馅料就调好了，现在面团也醒发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它的延展性非常好。在案板上抹上少许的食用油，直接取一个小面剂放在上面，给它用手压扁，在这里不需要用擀面杖，直接用手像这样给它推开就可以，压成一个中间厚、边缘薄的大面饼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包上我们调的馅料，用我们自己熟练的手法把边缘捏合，也可以像视频中这样收口。捏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收口朝下，再用手给它压扁。面皮的延展性非常好，我们可以一直压到能够看到里边的馅料就可以了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往里面多倒点食用油，把生胚依次摆放进去。表面刷一层薄油，锁入水分，盖上盖子，先烙上3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给它翻个面，然后再给它盖上盖子，继续烙上2分钟。就这样每隔2分钟给它翻一个面，连续翻上2次就可以了。用铲子试一下，感觉有弹性，就说明已经完全熟透了。趁热把它们盛出来，装入盘装。这样我们的芹菜馅饼就做好了，外皮金黄酥脆，又略带一点柔软，而且皮儿特别的薄，里边的馅料清晰可见。用手像这样捏一捏，也不破皮不露馅。撕开之后，里边的馅料翠绿不变色，而且味道特别的鲜美。里面有鸡蛋，有粉条，还有各种蔬菜，营养非常的全面。做一锅饭和菜都有了，做法简单又省事，新手也能成功，关键是家人都爱吃。喜欢的朋友就专业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我们把买回来的红薯别总是蒸着吃，或者是煮粥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，出锅自带甜味，软嫩又香甜，连挑食的孩子都爱吃。做法简单，首先准备2根红薯，用削皮刀削去外皮。我们在选择红薯的时候，要选择像这样红心的红薯，这样的红薯做出来成品不但颜色好看，而且吃起来也更加的香甜。去皮之后，再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用刀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点，更容易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装，直接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给它蒸熟，大约需要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红薯也蒸的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用筷子轻轻的一扎，非常的绵软，就是熟了。把它取出来，倒入一个大碗中，
用叉子压成红薯泥，压得越细越好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感谢您的支持。压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一个鸡蛋，吃起来更有营养。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糯米粉，边倒边搅拌，这样能更好的掌握它的粘稠度。大约加入200克的糯米粉，喜欢吃更甜一点的，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白糖；喜欢吃微甜的就不用加了。给它多搅拌一会儿，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然后再下手揉成面团。这个面团是比较偏软的，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粘手，我们可以在手上抹点食用油，软一点做出的成品糯性更足，口感会更好。最后揉成像这样比较软软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铛，往里面刷一层薄油。先不要开火，把面团放进来，然后再开火，全程开小火，用铲子轻的拍打，把面团拍成面饼。如果粘的话，可以在铲子上抹一点食用油，继续给它按压，尽量拍的薄一点，熟的会更快。然后在上面撒一点炒熟的黑芝麻增香，再盖上盖子，给它烙上1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，在上面也刷点食用油，然后给它翻个面。翻面之后，再用铲子转动一下饼子，这样熟的均匀，把两面都煎熟煎透。煎至两面呈这种姜黄色，饼子变得非常柔软，轻轻的按压能够迅速回弹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接住一个盘子，给它盛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小块，方便食用。放入盘装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我们的红薯糯米饼就做好了，可以当做早餐，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甜点，吃起来软糯又香甜，比粽子还好吃。做法简单，不用发面，不用擀面。关键是大人孩子都爱吃，喜欢的朋友就专业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